I've got retrenchment, so I decided to invest a 4D to keep myself active. MOS 打电话给我，之前一天在的有国人确诊了，听到那个电话，我真的整个人都崩溃了。我求职了大概200到300份的工作吧，那段期间真的是比较烦恼，比较有压力了。冠病疫情下，我们的出行方式发生了许多变化。有人减少外出，有人以邮购取代出门逛街购物，也有人避开公共交通工具，选择多活动双脚。疫情掀起了骑脚踏车的热潮，很多人将骑行融入日常生活中。陈子安和卡米萨就是在这段期间爱上骑脚踏车的。我是疫情的时候才开始接触脚踏车，然后其实 before that 我都是打篮球。I started riding the bicycle seriously actually in 2021, the second year of COVID. 有好几次我们打球打到一半，篮球场周围的那些 resident 就会报警，然后警察就会下来，就比较减少打篮球了。我就开始 find out 有什么 sports that 适合我们，然后刚好我爸爸家里就有一辆 spare 的脚车，然后我就后来问他可不可以跟你借来踩一踩，然后我就开始骑脚车。I've got retrenchment, so I had so much of free time. I decided to invest a 4D to keep myself active, keep fit during this pandemic. That's why I decided riding and explore around Singapore. 自从拥有了脚踏车，只要有时间，距离不会太远，子安和卡米萨都会尽量以脚踏车为代步工具。Usually, I will use my 4D or bicycle to visit my mother, which is about 7 kilometers from my home. It takes me about 30 minutes. And sometimes I would meet up with my friends after work in town, and then we will go for dinner together. And I will sometimes ride to work at least once or twice a week. 日夜像晚上的话都是要做的事嘛。最近我就会开始骑脚车去那个地方，可以说是 before 你吃你的 supper， 你 is like a healthy lifestyle， 然后 at the same time 你也是可以减少你的 transport 的那个开销。前年我就开始在家大扫除，然后就卖东西，我就会想到 deliver 我的 item 去 customer 的家。有时候回去visit 我的 parents 的话，我都会骑脚车过去，因为距离就不很远了。因为疫情也是挺严重的，所以就觉得说有可能骑脚车还觉得比较有 safe distancing， 然后也比较健康也是对。子安一开始只是因为喜欢运动而骑脚踏车，然而他对脚踏车的热爱也吸引了其他疫情期间才关注骑车活动的人士。起初我们的这个团体只有4个人诶，因为我们全部都住大巴窑，所以我们就开始一起骑脚车。后来就开始越来越多人，就是朋友的朋友就来 join 我们，然后我们 open to all riders to come and join us. After that 就开始越来越大，本来是160个人，然后慢慢，现在我们 Facebook 都有差不多540个人了。他是那个创意的把手嘞。子安的团队义务协助新手熟悉马路骑车的规矩和技巧，逐渐地让他们建立信心。
跟追求速度快感的子安不一样，卡米萨比较喜欢慢慢的骑车，欣赏沿途的风光。Below my apartment is the Jurong Lake Park PCN, which will join to the Ulu Pandan PCN. And we have a very beautiful route along this, a lot of greeneries and nature. Sometimes I do stop for a moment to just capture some beautiful nature. Whether I see otters swimming or the monitor lizard, I will just capture all the beautiful pictures. Every weekend, sometimes twice of the weekend, Saturday or Sunday, I will ride with different group of ladies. I get to know them because I am active in the cycling community Facebook, and they found me there and they messaged me and they asked if they can ride with me. 我觉得其实新加坡还有很多地方的很多游客都没有机会去 explore， 所以我就觉得说骑脚车的话就会 open up 这些地方。then 比较 high chance that 你会去 explore around. We can link from one area to another easily by using the PCN. If you are not the roadie or the road biker, so you can actually ride safely on the PCN. Cons, right, you must plan your route well because some areas, they do not have underpass to push your bike to cross over. And sometimes, if you don't plan properly, you may bump into routes that need to carry up your bicycles. The con of cycling 有可能就是 safety 吧，因为怎样都是骑在马路上啦，有时候也是会碰到说 drivers on the road when 他们 try to overtake 我们的时候没有 leave 一个 1.5 meter gap， 所以我就会觉得比较危险。骑行总能让骑士放开胸怀，海阔天空，任我遨游。然而，疫情的限制却让一些行业人士感到前路茫茫。疫情造就了一些行业，也打击了一些在路上谋生的行业。各地边境关闭，首当其冲的是与旅游相关的行业。谢兆聪经营旅行社32年，这是他第一次感觉到带客游玩的生意进了死胡同。疫情之前呢，我们有15间分行分布在各个的邻里购物中心。那我们有一支大概有80多辆车子的车队，还有200多名员工。我们几乎可以每天大概有15辆车子到马来西亚。学校假期呢，可能甚至有50部车子前往马来西亚。疫情来了之后呢，我们公司几乎是停顿，业务几乎是停顿。那当时我们也是停产的。前几个月，我们几乎每个月的亏损多达几十万，而且生意也没有办法进来嘛。那员工没有东西做，我就觉得每天醒来的时候，早上一醒来的时候，接下来挑战又是什么？我应该怎么做？当时发生疫情之后的几个月啊，我们亏损太大的时候，我跟我自己讲。我自从带领公司到现在，我很少要去裁退员工或者是开除员工，这并不是我的那个原则。所以我当时的心情真的是徘徊在十字路口，我应该怎么做呢？我已经联想了好几个夜晚，甚至还有敲桌子的时候，说：“哎呀，你不采取行动怎么办？”老实说，我流了几次的眼泪，因为这些员工都跟我们很久了 ，OK， 有些甚至有30年的，10多年的太多了，所以我应该如何取舍呢？迫于无奈，赵聪遣散了一部分员工，关闭了13家店面，只留下2家。
同时他必须设法给留下的员工安排工作。对，这个30%。啊，对，这个38。陈少明跟着赵聪工作了22年，也是其中一位疫情下继续跟着赵聪打拼的老员工。疫情开始的时候，我们公司的工作可以讲是根本是零，因为没有飞机来新加坡以及旅客，我只能拿底薪而已，因为我们的工作是算趟的，根本都是没什么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只能从机场载那些国人回来新加坡去酒店隔离，可是那个工作也是相当有挑战性。从机场载国人回酒店隔离的时候穿 PPE 真的很热，因为我们大多数没有开空调，换的时候满身大汗了。还有到了酒店人客下完了之后，我们就找一个角落消毒，然后才把 PPE 又拖回来，然后再等下一趟的工作。因为我们有去上课学那个消毒，刚开始消毒都收很多那个味道，可是久了就习惯了，就没有什么了，就比较自然了。少明家里上有年迈的父亲，下有念小学的女儿。没有2个辣少米不要辣椒的。为了养家，他每一天都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驾驶巴士到机场工作，再送刚回国的乘客到酒店隔离。当时因为疫情的情形，他们去机场接送这些 positive 跟 negative 的，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心情有些是因为没有办法，因为家里还是有人，还是他们的家庭成员要维持生活嘛，他们没办法也是要去接送。我差不多载了整个月了，国人去酒店隔离。有一天 MOS 打电话给我，我之前一天载的有国人确诊了，听到那个电话，我真的整个人都崩溃了，不知道怎么办，又不知道怎样去哪里求助，只是心一直在想，会不会回家，因为我家里还有小孩，父亲身体又不太好，会怕传染给他，真的整个人不知所措。当时我的家人，我看得出他们也是害怕了。那天开始，我就每天等我女儿9点多睡觉才回去，从早上出来，因为怕传染给她还是怎样。过了14天，就解除了那个健康警告，可以放下心。可是又过了2天，又打电话给我，所以我又载到确诊的国人去酒店，又要14天，卫生警告。从那天开始，我就想，家里有小孩，还有老人在家里，就觉得这份工作已经不大适合我了，想换跑道。所以呢，就回到公司跟我的经理这样讨论一下啦。公司当时也是很配合我，就跟我讲，看可以不可以换别的比较没有这样挑战性的去机场的工作。过了几天，他们就是安排我去在公司的员工，然后也还是有在一些工厂的工人啊。当时候我的同事大多数都是20多年的同事，他们都知道我的处境，家里有小孩，我父亲又有身体不好，真的是非常感激他们体谅啊，可以这样讲啊。卖你10块啦，我不要讲送啦，OK，2半10块。穷则变，变则通。旅行社老板和员工开始向从来不曾涉足和想象过的领域发展，搞起了网上直播生意，售卖土产，希望可以绝处逢生。当时是没有人敢做这个 live 的直播嘛，而且直播要对镜头，每个都有这个怕的感觉。然后我说硬着头皮了，我说我带领你们，我先做。多谢你们一路来的支持，我的 DS 跟 Bingo 特别 DS。减少出门，网上购物成了新常态。
物流行业在疫情期间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起来。在家里购物也可能比较安全不需要跟人与人之间在外面可能摩擦到。疫情下，路上送货的人多了。徐凯明和许多人一样，窝在家里，手指在手机上刷一刷、点一下，所想所要的立即送到家门前。当我要买狗粮、狗的玩具的时候，通常都是上网看了看过后，发现这些东西蛮有趣的、蛮好玩的，然后就这样买了下来。在病情当中的时候，大家都不能出门嘛，很多东西就是我一按一下，东西都会送到我家门口。所以也是在因为这个疫情当中，每个人就发现到，其实这样购物也是蛮方便的，在家里购物也可能比较安全不需要跟人与人之间在外面可能摩擦到。疫情下，很多行业受到波及，大家都担心工作不保。凯明却在这个时候选择转入物流行业。在 Circuit Breaker 的时候，在前一个公司做的也不是说特别的满意。当我决定要换工作的时候也是求职了大概200到300份的工作吧。那段期间真的是比较烦恼，比较有压力了。Circuit Breaker 的时候，物流这个行业还是蛮发达的，所以那时候就是有这个就业的机会。对物流业的发展潜力有信心，凯明开始了他全新的工作。前一份工作的时候是比较就是有时候穿大衣，有时候带领带这之类的东西，通常是在一个电脑面前跟顾客通电。这里就比较不同，这里会比较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比较多的团体精神，看得到人了。这里虽然我们还是距离方面还是得隔一下，可是看得到每个人做工，每个人一起嘻嘻哈哈，也是会比较舒服一点。疫情是个蛮负面的一个东西啦，只不过可能是在这危机的时候，也是带来给一些人一些比较没有意想到的一些机会吧。疫情给凯明带来了转机，让他开展了新事业。他的同事薛美玲本来正游山玩水看天下，因为疫情也辗转进入了物流行业。我之前是一名军人，我是在2019年退役的。在退役过后，我给我自己3年的时间，到处去旅游看看世界。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在我旅游了3个国家以后，我就回国。讲实话是有一点不甘心，因为真的很向往去旅行，毕竟已经工作了大约有27年的时间。疫情让美玲搁下退休旅行的心愿，重新回到职场。她偶然发现有物流公司在招聘质量管理经理，因为之前在军队里拥有相关的经验。于是他决定加入物流行业。公司为了让我们更了解公司怎么运作，就主办了5天的工作实验的 program。就在有一次，我把货物要送去运货人家，可是因为那个 lift lobby， 它就是单 service 那几个 unit 的就 broke down， 所以我就得扛着那个货物，它是一个硬盒的床从1楼爬到了客户的住家，超过10楼，所以就在那时候，我觉得我们送货的同事真的很不简单。我就这么经历过一次，他们在1年里面可能经历很多次，可是他们还是必须把货物送到客户的家里，所以让我体会到他们真的是这方面很辛苦。有时候我们的司机同事可能会遇到交通阻塞，遇到下大雨的那一天，
所以导致他们有时候不能准时的把货物送到你们的家户，所以真的很希望你们能体谅他们。路上讨生活不能怠慢，疫情或许令不少人举步维艰，必须更务实地面对生活，体会人生。蛮多海外的一些员工，他们都比较少机会回国。每次也是跟我讲，2、3年没有回家了。我就会觉得有多机会的话，就跟朋友聚一聚；有多机会的话，回去见我的父母亲。所以可能人之间就比较珍惜这些小小的关系吧。我对这个旅游行业呢，还是带着很热忱的一个想法。新加坡呢，虽然是岛国虽小，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让我们去探讨。新加坡还是很多东西可以讲的故事，这些内容就把这些内容带给大家，呈现给本地的那些旅客。Until today, I have been cycling for more than a year. I have lost about 10 kilo. It keeps me well and fit and motivate me. I wish that I can bring my Foldy to my favorite destination, which is Japan. I want to experience traveling with my Foldy actually. 我就觉得 COVID 会让我们看到说生活就挺脆弱的，比较珍惜一些东西的，我们好像平时都会忽略。